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第一条是，捷蓝航空公布第2季度收益，在削减成本以减少损失后实现盈利。CrowdStrike 事件导致数千航班取消，加剧了人们对该行业的担忧。下一条，泰国计划合法化赌场，吸引外国投资和税收，期望成为旅游热点，预计将产生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并能吸引高消费游客。接下来这条，特朗普选择 J.D. Vance 为竞选搭档，由于与科技领袖的密切关系，似乎吸引了硅谷的资金。但哈里斯进入竞选是否会让硅谷的支持变得复杂？目前猜测不断。让我们关注人工智能 AI 自去年年初开始显著改变科技格局，尤其体现在全球最有价值的企业中。苹果目前居首，其 AI 公告提振了市场信心，使其市值飙升至 3.4 万亿美元。微软全力投入 AI， 位居第2，市值 3.1 万亿美元。英伟达凭借行业领先的 AI 芯片，过去1年翻番，位居第3，市值 2.9 万亿美元。接下来，自7月22日以来，与巴黎奥运会相关的网络攻击事件已报告68起，网络攻击事件整体已较新冠疫情前增加1倍以上。专家建议采取措施，如设置唯一密码、启动双重认证和谨慎扫描2维码，以保护个人和企业免受网络攻击。接下来，卫星图像显示一艘大型船只停靠在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出口工厂，可能是首次规避针对该设施的美国制裁。下一条，亚马逊2季度财报公布后，其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下跌，虽然营收低于预期，但利润高于预期。调整后每股盈利 1.26 美元，预期为 1.04 美元。该公司第3季度的营收和运营指引也低于预期。接下来，自2023年初以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分别飙升 22%、42% 和 64%。然而，近期 M2 货币供应量的下降历史罕见，可能预示着美国经济和股市将面临麻烦。接下来这条，美股夏季最繁忙一周中，疲弱的7月就业报告引发了对美国经济健康状况的担忧，科技巨头的收益也未能缓解投资者的担忧。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分别下跌超 2.5% 和 3.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距离7月10日触及的最近高点下跌超过 10%， 已进入修正区间。与此同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也下跌约 2.5%。接下来，全球股市抛售打击了投资者抄底情绪，因对美国经济和科技股业绩不佳的担忧，预示未来可能进一步下跌。接下来这条，星巴克过去5年下跌 21%， 近期财报疲软，北美交易额下降 6%， 国际同店销售额暴跌 7%， 中国同店销售额暴跌 14%。 专家认为，其在北美需求下滑的根本原因包括宏观经济、抵制、价格阻力，以及不断增长的竞争和门店体验下降。下一条，高盛建议新兴市场投资者青睐美元债券，而富达国际则持相反观点。高盛认为，美元债券将跑赢当地货币债券，原因是美国潜在的选举波动性将支撑美元，并导致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资产的政策变化。富达则表示，在美联储开始降息之际，当地货币资产将表现得更好。下面这条，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的竞选使共和党争取硅谷支持者变得复杂。尽管特朗普在最近几个月收到了科技界人士的数百万捐款，但民主党一直保有优势，且民主党新假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与该社区及其资本有着特别深厚的联系。下一条，美联储降息预期增加，美银行放贷低迷可能很快结束，但银行家警告称缓解可能需要更长时间，至少需降息75到100个基点，放贷需求才会复苏。最后这条是，英伟达周五暴跌 7%， 因科技股全面下跌和对科技公司 AI 支出过高的担忧，但人工智能投资应被视为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的催化剂。分析师认为，人工智能交易远未结束，近期回调为买入机会。随着 Meta
亚马逊、谷歌和微软等公司增加对人工智能的支出。英伟达的营收预计将增长。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